Hey yo，大家好 ，How's everything going？ 我是澳洲护理师 Johnny 约翰尼。今天放假呢，就想要来做一个懒人包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究竟台湾的护理师跟澳洲的护理师到底有怎么样的差别呢？那今天的影片呢，主要是based on my experience， 就是纯粹是以我自己的经验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会从工作的薪资啊，然后福利、社会地位。以及工作压力来跟大家做个分享。那如果你觉得看完这支影片，觉得这个资讯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还请你给我一个赞，然后分享给你所有在护理界的朋友们。这样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谈到一份工作的话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薪资嘛。这份工作你再怎么喜欢，如果薪资不好的话，我想在你进入这份工作以前，你也会三思。毕竟你得养活自己嘛，养活自己，你还要养活你的家人。对，那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谈薪资吧。在台湾的薪资的话，以我自己当时在2013年刚进去成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薪资起薪大概就是4万1、4万2左右。然后因为我本身在急诊，所以有一些急诊的加急，大概就3-4千块这样。那时候进去是 N1 嘛，然后后来有慢慢的晋升，就是变成 N2， 然后有加了一些钱。我印象中，在我离职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的月薪大概还是4万3左右，那是底薪，所以再加上我的绩效那些加上去，大概4万6左右。那时候在离职之前呢，就是来澳洲之前，就是做了一个 PTT 跟我的父母分享，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要来澳洲？澳洲跟台湾的差别在哪里？所以呢，一比较起来，就发现台湾的薪资在增长上面是非常的缓慢的。对，那台湾护理师的薪资天花板大概就是在6万多左右吧，看你是在私人的医院或者是在公家的医院。公家的医院你的天花板可能会高一点，如果进去了公职系统之后呢，你的年资增加，你的薪资也会跟着增加。那它的级数是有到10几级的，我印象中。所以如果是在公家机关的公职护理师的话，你的底薪是可以提高到蛮多的。那时候印象中，成大的公职学姐非常资深，然后她那个时候月薪在白班好像就可以达到7-8万左右了。对，所以你要说以正常的护理师来讲，天花板大概就是到7-8万左右这样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澳洲这边的薪资。所以呢，我就找了3个我自己的薪资单，那分别是从2022年6月、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的薪资单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样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在2022年6月份的薪资单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 rate 是30.25。那在澳洲这边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月薪，它固定的是所谓的 base rate， 就是你今天签的合约，你的时薪是多少，那它就是看你上了多少个小时时数，然后去计算你所可以收到的薪资。对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30.25，这就是我菜鸟年的薪资。那我的第一年时数呢，因为我签的并不是 full time hours， 签的只是 part time permanent part time， 所以说时数并没有达到像full time 这么多，所以我的薪资其实第一年当 RN 的薪资是并没有达到所谓的6万澳币的。对，但是呢，在2023年6月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base rate 就从30.25跳到了36.71。那这边之间呢是有21%的涨幅，所以你一年之间你的 base rate 就有21%的涨幅，这是非常的可观的。那当然在这个涨幅之间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是 SERN1， 那就是所谓的护理第一级，就是这边的第一级最菜鸟级。那到了2023年就变成第3级的，2级的不同，再加上那时候因为有 COVID。那就是整个通货膨胀的很严重，所以澳洲在对所有薪资上面也是对我做一个调整，才会达到这个21% 的涨幅这样。那接下来再看到我2024年的6月份，
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 SERN03 还是一样是同一级，跟2023年比起来，可是我的 base rate 就到了 40.94， 所以就是涨了另外一个，看一下11% 的涨幅。那这个涨幅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 SERN03 是没有变的，也就是说我的年资是还没有达到那个时数可以晋升到下一级的，所以这个涨幅纯粹呢就只是政府对于我们这个 HK 的薪资做一个调整。对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从第1年到第3年，我的薪资涨幅呢就已经达到35%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。那也是在台湾比较不可能会看到的。你看我从2013年第1年在台湾当护理师到我离职的时候，薪资涨幅大概就是几千块台币这样而已。那我最近呢又有问了一下我在台湾的学长学姐们，目前在台湾的行情大概是多少？那基本上呢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。那所以这边就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，在澳洲这边面对通货膨胀所处理的薪资调整，反应速度比台湾来得快一点。像之前台湾就是说通货膨胀嘛，那护理人也要调薪。我不清楚现在到底是调了没，可能有些人已经调了，可是有些人还没调。这就要看各位所服务的单位反应速度快不快了。对，不过澳洲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政府一发布，基本上就是很快就会反映在我们自己的薪资上面了，这是比较优的一点。那当然，在澳洲这边的话是没有所谓的3节奖金的，就没有中秋节啊、端午节或者是过年，也没有年终。这边的话，台湾是比较好的。不过在澳洲这边的话，它也有另外一些额外的 bonus。比如说像是之前 COVID 的时候，那给我们的一些 COVID 津贴、一些 bonus， 之前有领过最多的 bonus， 在这边领是大概是6000块澳币左右，所以大概是12万。之前在台湾那个时候 COVID 爆发的时候，相信大家也都领到一些。那我是也有听说过有人是还没有领到的，对，那就是这也就是看你自己的单位了。相信各位前一阵子也都有看到，就是很多的服务业的薪资其实已经超过护理师的，在服务业上面可能压力又没有像医疗从业人员、护理师一样这么重，可是却可以领到差不多的薪水，那大家当然是就是往外跑咯。所以呢，这样算起来的话，台湾护理师1年的年薪大概就是大概从60几万到100万左右，觉得应该就是蛮顶了。如果你今天有值夜班的话，对，那在澳洲这边的话呢，在一开始的起薪大概是6万5到8万澳币之间。那我自己本身现在工作是2024年底的嘛，大概是第3年结束，开始第4年了。我现在的薪资呢就达到10万多澳币。那我觉得造成台湾护理师跟澳洲护理师有这么样一个薪资差距，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澳洲这边有所谓的 penalty rate。penalty rate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你的雇主如果要在你一般的 business hour 或是 working day 之外的时间叫你出来上班，他必须给付你更多的薪资给付。working day 跟 business hour 就所谓的周一到周五8点到4点，或者是9点到5点，这是大家比较常理的上班时间嘛。那在这额外的时间上呢，雇主就要付给你更多，不然没人想要来上班嘛，对啊。那在澳洲这边的话呢，在 PM shift 的话就是小夜班，它就是要在我的公司的话，就额外多给你15% 的 base rate。那夜班的话就是 1.3。那这听起来说很合理啊，在台湾也有是吗？就是我们有时候要上小夜班，有时候要上大夜班嘛。那我印象中之前上小夜班呢，你1个月里面上1天就是给付你500块台币。如果说你在这个月上超过15天，就是所谓的包班，1天补助500的金额就会提升到700，15天再乘上700，这也是一个蛮可观的数字。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当菜鸟护理师的时候，就是薪水有时候1个月可以达到6万多，以社会新生来讲是蛮不错的。在夜班的话，就是1天是700块，然后超过15天就变成900块。所以说台湾也有夜班津贴，那为什么会有其他的差别呢？所以就要看到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讲的，就是所谓的 overtime。overtime 就是所谓的加班。
在你原本就已经安排好要上的时数之外，你多上了几个小时，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 overtime pay。在我的公司的话，就是8到10小时呢是乘上1.5倍。那在超过10小时之后呢，还继续上班，就是2.5倍。那在台湾的话，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是并没有收到过这些加班费的东西，要申请的话可能也会被挡，因为就是然后甚至呢，新人的时候还有听说过有新进护理师，就是下班之后留在单位打记录，打到10点多，他上的是白班，所以理当应该是4点或5点就下班了。可是，在单位打记录打到10点多，我是没有申请加班的，因为这些时数也不会被承认，因为他们就是说，哦，是你自己的时间管理有问题啊，然后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晚回家。可是呢，就算是资深的护理人员，有时候也会因为病房的一些突发事件，然后就延迟下班，但是也都没有看过他们有申请过加班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点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所谓的周末还有国定假日的薪资给付了。那在台湾的话，很抱歉，没有办法，你6日上班就是固定的月薪，不会有比较多，不会说你这个月上了20天的班，8个 weekend shift 都给你上到了，你就多收一点薪资，是没有的。可是呢，在澳洲这边就有，你上1天星期6的班，等于是上了1.5个平常日的班，然后在Sunday的话呢是乘上1.75，所以就更多。在 public holiday 的话呢是2.5倍的，所以说就是在这边。周末班或者是国定假日的班是一堆人抢着要上的，因为上国定假日1天就等于上平常日的2天半。那为什么不？你多上个 public holiday 就可以有更多的钱，然后就可以去玩 ，Why not？ 对啊，所以这就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。我现在的薪资呢就达到10万多澳币，是我没有上到 full time hours 的，我上的只是有 0.9， 就是所谓的 full time hours 乘以 0.9， 我就是2个礼拜上9个班，来到澳第4年，给大家这个薪资，我其实是蛮开心的了。那你一旦看到这个薪资的成长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然后就会更愿意待下来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福利这一块。谈到福利这一块的话，一开始要提到的当然就是所谓的休假，大家最在意的休假，一休假就是想要去玩，去出国干嘛的。在台湾这边的话，我在劳基法这边有找到，6个月以上未满1年者是3天，然后1年以上未满2年的话是7天，2年到3年是10天，3年以上到5年是14天，然后5年以上到10年就变15天，10年以上的话呢，每1年会多加1天，加到最顶就是30天。那澳洲这边的话呢，就有点不一样。澳洲这边的话，不管你是第几年，1年的年假就是4周，这是不包含 public holiday 那些的国定假日，这时候就是放假，再额外的，你还有4周的假可以请。那对于我们这些护理人员或者是需要去轮班的一些工作的话呢，只要是轮班工作者，你1年的年假就会达到5周。像我本身并不是 full time， 我是 permanent part time， 所以我上的时数并没有像 full time 这么多。我的年假的计算方式呢，就是称为 pro rota， 就是根据你上的时数去乘上你如果是 full time 会有的 annual leave， 然后去计算你到底有多少个年假的时数可以请。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 sick leave， 在澳洲这边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所谓的病假。1年呢，一个 full-time worker 最多就是10天的病假可以请，那其中有3天呢是可以不需要提供任何医疗证明的，不用任何 sick certificate， 你就可以直接请假了。就比如说你生理痛啊，或者是突然间牙痛，然后你明天突然间觉得你没办法上班，或者你没办法专心上班，那你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们，然后就说你不舒服，你要请假，然后他们就会没办法，就要去找人去补你的班，这样。那有3天呢是不需要任何 sick certificate 的。那只要超过这3天呢，或者是连续2天要请病假的话，那你就要去给付这个医疗证明。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呢，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，是不太能够请病假啦，除非是就是开刀、手术、住院之类的，你真的是有医疗证明可以请，你才可以办法请。
像我之前在带我实习的学姐，整个生理痛到啪庆光啊，冒冷汗，完全也站不起来。那种情况下也是没办法，就是请假，然后要继续上班。甚至呢，有听说过，就是有一些护理师不舒服到要打着点滴继续上班的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。所以在台湾呢，护理师是病假是不好请的，也不太敢请。因为你一请呢，大家可能就找不到人来填你的班。在澳洲这边呢，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澳洲这边有所谓的 agency， 就是护理人力中介公司。那就是当你今天不舒服嘛，那你 call sick 之后，你的洞，在你们的公司里面没有办法补这个洞的话呢，那他们就会打电话给这些护理中介公司，然后请他们派遣人力来支援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，虽然说我们也知道 agency nurse 就是有时候不太可靠，很像买乐透一样，有时候它可能很 OK 很早，那有些是根本就是很烂，那你要一直带着它，这也是都有可能会遇到的。不过相对于台湾的制度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东西。如果之后有人要引进 nursing agency 引进在台湾的话，我觉得也是蛮可行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除了假以外呢，在澳洲这边呢，还有的福利就是所谓的退休账户 superannuation。政府规定呢，雇主一定要在你原本的薪资之外呢，他要再去帮你提拨一些退休金，供你以后退休使用。那这些退休金呢，是直接到你的退休账户里面，所以你是没办法直接去做使用的，除非一些特殊的情况。等到你退休之后呢，你才可以领出来使用。这个退休金呢，它是不算在你的经常薪资里面的。在澳洲这边目前的规定呢是 11.5%。比如说我今年总薪资是大概是10万澳币，那就另外的 11.5% 的金额会直接进到我的退休账户里面，这样算起来的话，也就是1.15万澳币会直接到我的退休账户里面。对，那这边是额外的，对，这也是澳洲这边的一个福利。这样，在澳洲这边呢，因为我的工作公司呢是一个 non-for-profit 的一个 organization， 所以就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。所以呢，它在员工福利这一块呢，有一个叫做 salary package 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年收入是10万澳币的话，那我10万澳币全部都要缴税。可是呢，因为我的公司是 non-for-profit， 它有提供大概是19000澳币左右的免税额，就是可以不用再缴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算10万，我只有是8万1的澳币需要纳入缴税的计算当中，其他的19000是不用拿来算税的，我就可以少缴一点税。这19000的税额里面呢，它就有分一部分是你的所谓的 meal 卡里面，另外的一张卡，那你可以用这张卡里面的钱拿来买食物啊，去餐厅吃饭啊，或者是出去玩啊 ，book hotel 之类的。对，那这感觉起来的话就很像是国旅卡，不过国旅卡的话又并不是所有的台湾护理师都有的，是只有公职系统的护理师才有的东西，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台湾的护理师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。那在澳洲这边呢，也不是所有的护理师都可以享受到这个 salary package 的福利。不过大部分的护理的工作呢，应该都蛮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 salary package， 不管你是在公家部门啊。它也没有分，如果你在公家部门，像我现在在 South Australia， 我们就有 SA Health， 那在 SA Health 的话都有 salary packaging 的，它是没有分你是 part time 啊 full time 或 casual， 或者是台湾分的所谓的公职或者是约聘，并没有，只要你在 SA Health 工作，你一律都有这个 salary packaging 的福利可以使用。这也是跟台湾的一个差别，这样。然后在澳洲这边工作的话呢，他们非常注重休息时间，也就是你在上班时间呢，你会有2次的 tea break time， 就是你可以稍微休息10到15分钟，然后去喝杯咖啡、喝杯茶、吃个吐司、吃个水果，跟同事聊聊天，然后休息一下呢，他们相信这样呢会增加你的工作效率。那也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有规定，就是所谓的 tea break time。在 tea break time 之外呢，还有所谓的 meal break time。那 meal break time 就是很正常，就吃饭时间嘛，大概就是30分到40分时间，也是看各个公司规定不一样。在 meal break 之前呢，你就有一个短暂的 tea break time，
在 meal break 之后呢，有另外一个小的 tea break time。这一个呢，就是跟台湾很大的不一样啦。在台湾当护理师的时候呢，我印象中有时候呢，甚至会没办法吃饭吃嘛，所以就是很多护理师为什么会点波霸奶茶，然后就是放在你知道置物柜或者是饮料柜的地方。然后当你上班上到一半，突然间经过那个饮料柜，或者是离很近的时候，你讲说哦，我绕过去，然后去喝个一口，然后补充一下能量。有时候呢，甚至在你真的很幸运有了 break time， 你就去吃饭。那如果你今天刚好顾的是重症区，像我以前在急诊，有时候就会顾重症区。那你吃饭吃到一半，你有时候就是刚吃了2口，然后他们说卡3分钟急重症的主护，那你没办法，你只能出去啦。那你那时候可能已经吃了一点点在你的肚子里面，然后卡送进来，那你要赶快去做 CPR， 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快吐出来一样了。这就是很现实的在台湾护理师的情况。那在澳洲这边的 meal break 呢，就真的是 meal break。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呢，通常你是会有另外一个人去 cover 你的 floor， 那他就会去帮你做这个处理。这样，那相对的。你的 partner 在做 meal break 的时候，你也会不会去打扰他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前2点就可以讲的这么多。那因为自己是用工作之余的时间，然后来拍摄剪辑。那在工作之余呢，我有自己事情要做，比如说剪头发，或者是去运动健身啊，或者是跟朋友的聚会，所以才拖了有点久。那加上自己是第一次做影片剪辑，才发现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。对，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今天不好意思，就先分享前面2点，还请有兴趣的朋友们就是多担待。耐心的等待，我会尽快的把第2部分给剪出来，再分享给大家。那如果你有看到现在的话呢，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看一下你现在在医疗业里面工作的年资是多久，你现在得到薪资是多少，以及你有1年有多少的年假。那分享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可以自己比较一下，看你自己是不是有得到你应有的福利。这样，如果你观看到现在，我非常的感谢你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的资讯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吝啬给我一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。